赏樱和海景胜地，这次旅游我们选择了釜山。3月底的釜山樱花正渐渐的开，由于釜山的计程车相当的发达、便利且平价，在整趟旅程中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使用计程车这个交通工具。但如果你是1到2个人旅游的话，地铁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。第一站，我们来到广安里的早午餐店。今天是平日的礼拜一，但我们在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有零零散散的客人了。我们选了个能够望向的海景座位坐了下来。坐我们后面那一桌的台湾人，我们能一直感受到他们的视线，好像是在说在等我们什么时候走可以坐我们座位这样。好，你先拍，我们去点餐。这间店不论是食物还有景观，我们都非常的满意。我们也观察到，其实员工蛮多是外国面孔。一问之下才知道，这间店是老板去完澳洲打工旅游回来开的。吃饱饭后，来对面的海滩散散步。眼前的广安大桥是釜山的地标之一，也是仅次于仁川大桥的韩国第2长桥。待会晚上来坐游艇的时候，广安大桥就会是我们的主要景点。我们刚刚也去了附近的 Old Sunday， 买了 bagel 当点心。我个人最爱的是红豆奶油 bagel 口味，有路过的话一定要试试，真的超好吃。海云台这边有家超显眼的鱼板店，这不来逛不行吧？里面的鱼板口味百百种，有章鱼、螃蟹，甚至是龙虾口味的。店内也有贩售冷藏包装让你带回去。我们则是买了几个在现场微波加热吃。在后面这边也有提供免费的热汤给内用的客人。2楼也有座位、水和厕所，如果走累了，来这边休息也不错。我先连接一下，有点辣龙虾，我觉得它其实本身调味没有调很多，这都是它的那个记忆海鲜的鲜味。龙虾好吃。海里团路这边有釜山有名的奶油夹心饼干，整条街都飘散着浓浓的奶油香。虽然街道布景都很美，但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，都是些小东西，像针织包包、花盆、贝壳、风铃等等。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逛，但也许我没逛到精华地段。但因为街景蛮文青的，可以来这边拍拍照、散散步。过后我们就直冲海云台的胶囊列车，会需要走一段路才到检票口，途中会经过很像灌篮高手平交道的地方。明明是礼拜一，其实人潮也蛮多的，旺季的话应该会更可怕。工作人员会先确认我们是否有预约，之后扫 QR code 才会让你排队。顺带一提，我们买的是24小时的釜山 Pass， 我们差不多排了20分钟的队伍才上车。坐一趟约为30分钟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从车上望出去的景色吧。好酷哦！
肩膀前倾。所以你就放轻松这样子。放轻松，然后但是你就放轻松，然后舒身。哦，轻按就对了。对，轻按。没有车。下车后，我们去售票口那边用釜山 Pass 换海洋列车的2次免费乘车券。海洋列车的座位都是面对窗户坐的，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海景。我们坐海洋列车到松平站后，直接叫计程车到斜坡滑车那里。到了现场，大约还要坐7分钟的缆车上去，因为它的栏杆距离我们蛮遥远的，我总觉得只要乱动就会掉下去。你先走。好了。其实溜下来蛮快的，大约3分钟左右。我相信他们2个尬掐的话，应该能在2分钟内结束。计程车坐回松亭站后，我们用了剩余1次的海洋列车券，回来刚刚胶囊列车这边的海月展望台，边散步回去，边看夕阳。我们从海月展望台走回售票处那边，大约花了20几分钟，是个非常适合悠闲聊天的散步景点。走回大马路后，一定要去买这家的盐可颂，走过路过不能错过。我们当初只是想说买1包尝鲜，当做点心垫垫肚子，殊不知真的太刷嘴，又再买了1包，真的必推。晚上我们安排了游艇，
这也要记得提前预约。如果你是搭地铁的话，可以坐到东博站，再走去乘船的地方。吹着海风，船慢慢带你驶离繁华的都市后，你的烦恼就跟远离尘嚣一样，会一扫而空。搭完游艇，差不多晚上9点多，海云台市场那边都开很晚，不用担心晚餐吃不到。外面排队的人潮都是外带，内用的话直接进去就可以。不多说，煎饼薄脆，葱多海鲜多，必吃。不远处是白中原推荐过的年糕店，我们点了原味和辣味的。我自认是蛮能吃辣的，但这边的辣真的很地狱，有兴趣的可以吃吃看。之前有来釜山的朋友推荐我一定要吃这家的糖饼，但店没开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几天的早餐大部分都是在 CU 解决的，刚好来试一下之前 Reels 看过的饮料组合：香蕉牛奶加美式咖啡。刚店员说要先把这个加下去，然后再加咖啡。很多很多很多要不然我先倒一半。那我先倒一半，你先喝一点。好。哇，你看这美丽的渐层，好像刚好应该是要倒一半。吃完早餐，逛个街，我们来到了新世界百货的 Spa-Land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我建议可以排3小时在边休息一下。手上的手环可以买蛋、买饮料，出去后再结账就行。放松完，肚子又饿了。在国外真的很容易饿。之前来釜山的朋友也狂推这家24小时营业的元祖奶奶牛肉汤饭。你看看白中原1962年来吃的，是近60年的老字号餐厅，店内有很多名人的签名布满整个墙面。我们是点招牌牛肉汤饭，它的小菜是韭菜头，倒是跟别家蛮不一样的。但不知道是不是感冒影响了感官，我觉得吃起来蛮普通的。晚上我们坐海云台室外巴士来到了庆州，放完行李后直奔东宫与月池，是一个以夜景闻名，也是许多韩剧的取景之地。我们逛到闭园才出去，之后我们去海里团路的这家勾斗里，马铃薯饼真的外酥内软必点，但豆腐锅的 CP 值很高，给你们参考参考。4月初的庆州还是非常的寒冷，早上大约10度左右，不过阳光出来后是非常舒爽的温度。这边的樱花整排都是，我们来的正是时候。而庆州的多处景点被列为古代遗产，我们想要配合建筑穿越过去，便预约了花路盘夫。黄里团路是个不错的逛街景点，但因为我们早上花太多时间在大林苑那边拍照，整个耽搁到之后的行程，
就大大缩短了逛街的时间。我口袋也带走。但至少拍了人生4格作为黄里团路的纪念，给你们看看在大林苑那边流连忘返的照片。吃饱过后，我们搭计程车来到庆州教村的月经桥。这边1秒让你穿着韩服穿越到古装韩剧里面。有看过《永远的君主》的朋友们，应该都对这座橋很熟悉。李敏镐就是在这座桥上等待金高银的。세자 전하, 저는 배고팠습니다. 밥이 주세요. 偶然找到的传统建筑改装咖啡厅，整体来说氛围感拉满，内装也非常有透光感。从里面看出去相当的放松，就算只是在这边打开电脑看 YouTube， 都会觉得是在进修。庆州教村这边真的1秒让你进韩剧拍摄现场，喜欢古风的人一定不能错过这边。一早来到济州家，这边就是要点它的鲍鱼粥，满满的海味，相当的浓郁。这家店日本观光客也很多，多到一度以为我不是身在韩国，而是身在日本。好像不要看地板就还好。哇，怕到的。从缆车下来，大约走10分钟就会看到这间海景咖啡厅。它总共有4层楼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设计。而它每个面包、甜点真的都非常的好吃，真的希望此时此刻我有4个胃把它们全都尝过一遍。但要注意，如果你点去冰的饮料，就真的只会给你半杯。这边真的极力推荐来这边坐1-2个小时放松放松。釜山是个靠海的城市，少不了海女们的贡献。海女村可以让你更了解海女的文化，同时海女文化展示馆的1楼还可以吃到海女每天现捕的海鲜。我们点了紫菜饭卷、海胆和海鲜拉面，但海胆吃起来有种苦腥味，拉面也偏普通，个人是觉得 CP 值没有很高。
白浅滩其周围的散步路线大约有3公里，沿途会有很多质感咖啡厅和小店可以逛。在4月初，你可以同时看到樱花和海的绝景。如果中途走累了，也可以来足浴咖啡厅泡泡脚，看看海景，舒缓一下。在韩国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搭室外巴士来到了开满樱花的镇海，这时也恰逢是镇海军港节，樱花如云朵一般漫天铺展。风起时，花瓣轻轻地落下，洒落花瓣的瞬间，像极了带上粉红泡泡的滤镜片。两旁的摊贩有小吃，也有无数个插画摊，非常的热闹。庆河车站也是这边有名的赏樱景点，虽然满满都是人，但这春天的浪漫值得我们一起迎接与分享。最后的最后，突然想起来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的韩国自助旅游，一切都很新鲜，也充满了惊喜。能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来到这边已经很幸运了，更幸运的是有旅伴一路相陪，让每个画面都变得更有温度，更有意义。如果你也想知道我们的行程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